食大对决，人气新航店 PK 招牌老字号，你选哪一边？我这个去年才刚开的，哦，超新超新。 Oh my god！ 幸福的炸弹，真的好好吃哦，这一家76年，甘甜味，然后不会到死咸，卤汁太厉害了，厉害哎！这个是泰国人直接来台湾开，我一直想喝。对，破100年的老店，破100年哎，哇！可是它馅料也没有在开玩笑，因为它肉是给大块的。嗯，它的那个连度刚好，扎实。我觉得很像什么，它吃到中间那个咸的地方。我们都不会说它是100年，还想再吃。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好。民以食为天，是的，有人偏爱了老字号的美味传承，但人气旺的新夯店有时候那滋味也不差。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来一场呢东西军美食大对决，到底是老字号的经典味道让人永生难忘，还是新店家的人气美食让人唇齿留香？欢迎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准备美食的来宾来介绍我们这边，哇不得了，这个是东军老字号张凤书、小西健、张瑞夫，欢迎张瑞。再来欢迎我们西军代表新康店代表黄豪平、小马哥、倪子君，还有笑笑子。我们的女王团的代表，我们香港来的好朋友潘宇谦，人气歌手，还有 Super Baby 跟小胖颖。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呦，今天的这个潘宇谦会当我们的女王团呢，对啊，太特别了。太特别了。嗯，节目的最后，我们吃完美食之后，你要带来一些节目啊，带一首好听的歌，其中一首新歌，对，推出新专辑啊。今天现场我们的来宾的组合也很特别啊。东军的代表呢，从张凤书来率领的话呢，这个是非常名副其实的。哇塞，真对，他的。做美食节目也做了超过10年。对啊，对啊，这场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对啊。小吉炫算是个美食爱好者，是吃货吗？对，我就是上网找一些，比如说老店家或者是最近夯店，两个 mix 在一起，所以会介绍到老店，也会介绍到最近红起来的，然后一系列都拍这些，然后走遍台湾，就是也算对吃的蛮了解的这样。张瑞夫，我有在 follow 瑞夫的那个他的社群，然后我发现他写食物的文字是很有温度的，哎呦，对，然后是很有故事感，然后有。你老公都知道你会在 follow 别的男人吗？啊，我老公也会 follow 别的女人啊，我有在乎吗？这样不是很公平吗？一码归一码。我们这边要小心哦，你要这边看到这边看起来，他们很像是有病的。有些人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跟他们放在一起来录影。黄浩平，你算吃货吗？其实因为我前阵子开始做饮控，那一天只能吃一餐好料的。如果我那一餐吃的是不好，我会生气。我不想让自己生气，我一定吃的那一餐一定要好。对，一定要好。所以我觉得我是作为平民庶民代表去探索。所以你的味蕾是从那时候开始养成的。对对对，哦，倪子君，对我不一样，我不一样，我去吃过60个国家的不同的料理。哎呦，对，然后我到米其林的1星、2星、3星，一直到各种种类我都吃过，所以我是什么样的类型的菜我都吃过，所以我的嘴巴是很刁的。对，好吃不好吃一道光看听。看那个照片，经过路上，我好像卫星雷达一看这家店好吃，直觉烂的我都觉得这家店好吃，没有一次踩雷。秀秀子也要饮控，你怎么享受美食啊？我没有前辈们那么敏感或那么敏锐的味觉啦，但是我就是要吃最新最夯的新世代的美食。新世代，对我都会去找最热门的店网红推荐。了解。我们今天分成3回合，没错。3战2胜有奖金哦，3回合都有不同的题目做对决，好不好？好，黄浩平、张凤书，请出列。好来，哇，黑吃黑，黑吃黑，加油！队长先礼后兵，请握手。前里后边啊，承让了。不管今天介绍了什么吃的，大家今天吃完录完还是好朋友，当然了，好不好？本来不那么熟，会变成好朋友。会的啦，交流。哎，我的雷达来了，黄浩平你会赢。我感觉你在这好吃啊，好吃，觉得好吃，好吃。不好意思，雷达跟灵媒是不一样的。对，剪刀石头布，好，哎呦，赢的决定先发后发。我们后发，后发，那你们先，我先介绍，西军先。好，我们现在第1回合小吃大对决，来，从西军准备。黄豪平。小吃大对决，今天特别带来的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什么鸡丝饭加蛋饼。我跟你讲，这个叫做国手肉骨茶，它单纯中有层次，然后又重新用传统定义了新的肉骨茶的味道。来呀，当然。
排肉骨茶配上肉饭盖蛋。羊排的肉骨茶好特别哦。我跟你讲，不是排骨还有羊排的，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吃的是那种猪嘛。就是肉骨茶是猪，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吃的这个比较重口味一点点，但它放的是羊排，而且它汤头是用蔬菜汤头去卤，所以呢，它的味道其实很清，让你觉得说吃起来很清爽。但是你不会觉得说没有味道，然后再配上这个肉饭盖蛋，很好吃。肉饭盖蛋，它肉饭其实就淋了一些肉汁，然后加一些肉末，再配上一颗蛋，但是那个香味，我跟你讲，不会输给卤肉饭的香味。哦。你要一口那个羊排，然后配上那个肉饭这样吃，而且它羊排炖到说骨头都可以咬下去吗？这样子套吗？你可以自由加，但是这是我最爱的组合。哇，从你瞳孔放大的程度，我感觉到很好吃。真的吗？对啊，刚刚陈哥马上眼睛都发亮。那个等一下大家都可以吃啊，它那个香气，它有个甜香味，因为它其实我们一般吃那种马来西亚或新加坡的，它胡椒味道比较重一些，马来西亚没有，但它更重点放在食材上。可是羊排的味道更重，难道不需要胡椒压？不用，它那个羊排那个骚味几乎没有了，所以它完全是可以清甜吃到羊排的那个口感。以及它骨头，它都可以咬下去。那你觉得这样还有骚味吗？陈哥你处理好不好？我怕他把我们食材的味道盖过去。骚味。这个店呢是在我工作的一个喜剧俱乐部的旁边。就我投资的那间国中站附近哦，就卡叉地，对，卡叉地啊，那个地方其实附近其实餐厅很少，所以作为一个老板，我会想说，哎，我应该要帮我们的观众去挖掘一些餐厅，你去帮他们踩点就对了。对，老板为什么是叫国手肉骨茶？因为老板本身就是网球国手哦，所以他整个都是职人匠人所做出来的东西，非常厉害。这职业不是用他是打网球的手，打网球那个手，然后再炒那些东西，那个东西那个锅气都炒出来了，漂亮，光说不练天桥的把式。来，国手肉骨茶上菜。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了，对吧？来，拿起你的餐具，我们从汤还是从饭先来？哎，我觉得可以先喝一口汤。好，先喝一口汤是吧？你先让自己的胃能够被晕染开。可以。哎，哇哦！它其实不像说那个新马那个肉骨茶的胡椒味重，它真的就是药膳，而且是比较清淡清爽的药膳。你吃得出里面有哪些药材吗？那个汤加入的。好，吃那个羊排。好吃羊排。嗯，哇，它那个已经炖到那个烂到一个程度，烂哦。对，入口即化了。我的那种清爽味哎，羊肉好吃。对，它不像肉。它的那个青菜也都是很新鲜，所以煮下去汤头整个喝完都不会觉得口渴。它是清爽系的肉骨茶。嗯，对，炖羊肉。哦，他用泰国香米啊，这个饭很惊人哦。对哦。然后我本来还担心说会不会这肉饭它其实过来那里面的汁已经干了，没有，它现在是湿润的。对，吃一口那个肉饭，它那个香米配上那个肉汁，很下饭，很入口，你知道吗？很好入口，搭得非常好。然后这个饭的米粒的香气搭起来很舒服。然后可以给一些观众就小秘诀，就如果你们去点的时候，还可以问他有没有半熟的，如果蛋是半熟弄下去，哇，那个蛋汁下去，淋在饭上，然后然后我就说我要跟黄豪平同样的那一套。谢谢你，他可能不认识我。豪平套餐。请问一下，一般正常是这个 size 吗？对，一般就是这个 size 没错，一个人吃其实我觉得刚刚好。然后这个这样大概多少钱？这个100是这个40，加蛋。这样子180？对。这个才40块哦，而且限量的哦，这个羊排的肉骨茶是限量哦。你真的他卖完，你问他，他也不做给你，所以你要吃要快，要去抢。我觉得蛮特别，因为我之前喝的那些肉骨茶，全部的味道也比较浓一点，胡椒。药膳味比较重。对，因为我比较喜欢。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个是不一样的，新加坡那个是胡椒味比较重，马来西亚是药材，对，那这个再清淡一点，对，那个蔬菜的味道，我觉得这个蔬果香很重，对，所以我的雷达没有开错，黄浩平赢了这一局。不知道我们的怎么会这样呢？我们的老赵跟新夯店的这个概念的定义，我们让大家先知道一下。老赵肯定都10年以上的，新赵呢肯定是10年以内的，它差不多，它并不是说这1-2年、2-3年开的。所以现在吃的这一家呢，它其实也是10年左右，相较于可能对面那种几十年以上的算新。但是虽然我们是10几年的，但我们是遥望1000年的。我们一店就介绍完就是1000年的。你说祖传3代，目前第1代的意思。哎，对，3代1000
千年太难了，对一定要千年。张凤凤吃起来觉得怎么样？还不错啊，因为它的米是松松的嘛，就是口感会不太一样，所以它那个汁就跑进去感。哇，有点吓到了。小橘子，这个蛮好吃的。这一边的老哥，你们都一样坐中间的，对，而且我一看到我左右两边，他们竟然吃完了。对，你的策略是不是错误？应该先吃，你们的印象会更深刻、更强烈。不会，因为你吃完之后就会想要吃那个这个点心类的东西，是零食类的东西，就是云芷回味乐无穷。哎呦，刚好是一个 set。你们要吃的，记得你刚刚所吃到的感受。记得了。有吃到了。谢谢黄浩平的介绍，谢谢。好了，东军的老字号代表张凤书，请就位。这个是卤味吧？对呀。哦，这是那个李天禄啊。老天路，是李。刚刚你说你是几年？10年左右。这家76年。哎呦，听到这就赢了，够老，这就赢了。怎么办？76年，而且刚应该在成都啊，成都是多少？国宾戏院旁边附近那边。那个年代是可以买进这个戏院里面吃的。而且现在呢，我一直吃到现在，到我们家也祖传第2代了。哇！因为像现在我们家就变成是有一个传统，就是到12月31号的那一天呢，我就会去老天路，早上10点准时就在那边排队。排了之后买了之后，晚上就跨年的时候就是吃这个。哇，这个仪式感。吃完年夜饭，到了晚上11、2点的时候，然后吃完就看烟火。那为什么特别选这几个选项？这是我觉得里面我这鸭翅的话，当然它是传统的。哦，鸭翅。对，鸭翅跟鸭舌是最传统的，一定要。那这2个是我个人最偏爱的。蒟肉丸，蒟肉丸哦，我第一次买的时候呢，都买个2包，后来发现不够，因为呢还没到家就吃完了。哦，就1人1包就这样就吃完。那你其实蛮荒谬的，你这个人。来，我们女王团还是家里太远了。请这位，你建议我们从哪个先吃？我建议啊，你可以先吃这个马上可以吃到香味的，比如说先吃蒟肉丸，好，然后再来吃米血，然后再来啃。他说还没到家就吃。因为有人会用筷子夹蒟肉丸的。夹起来了，不用搓的也可以。不搓的啊。它味道是不是真的很棒？好厉害！沙茶的香气，超好吃。所以我买这个的时候啊，我就要准备那个车子2天呢，基本上都要开窗通风，因为太香了。然后再吃这个纯露米血，也是我非常个人喜欢的。哦，这样好吃也不容易。鸭舌我刚刚拿过了，没问题。刚刚跟鸭舌拿过了，好吃。垃圾。雨轩也喜欢吃这种卤鸭舌吗？很喜欢，但是不喜欢排队，所以就没有支持。刚好今天就可以吃了。早上的时候买不用排队，好像可以预定。那时候人少，而且可以预定。哦，对。我觉得它的卤汁是带有一种甘甜味，然后不会到死咸。它卤汁太厉害了。厉害哎！它应该不是一直滚着卤，应该是泡出来。它是泡的，对。泡的。吃完之后，你的手啊，大概应该录完影的时候还有香气，就很下去。对。我觉得那个蒟肉丸真的是每天都想吃，而且真的会还没回到家就吃完。它鸭毛弄得好干净哦。还有觉得它的那个 Q 度很棒。我一直啃都啃20只以上，哇，20只是停不下来，因为一部电影嘛。就一直啃，然后没有办法停，然后就是一边嘴巴还在咬，然后另外一边手已经在拿，吃在嘴里，看在碗里。对，因为就觉得哇，好好吃哦，鸭舌我吃更多。但有时候看电影也可以喝肉骨茶嘛，对不对？当然啦，对，拿这个比较方便。开玩笑，肉骨茶这样子一股没有，太棒了！而且你知道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是前后排一起吃啊。好吧，都品尝完了，先请回座，来，先请回座。好。到底2边谁能胜出？马上进行投票。来，准备投票。东军的是刚才所带来的老字号的代表，老字号卤味啊，老字号卤味。西军新康店的代表黄浩平带来的是人气肉骨茶。好，准备好了，女王团请起立。怎么跌倒？我们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投。首先，小胖赢，请举牌。肉骨茶。东军赢了。来 ，Super Baby， 请举牌。做效果。 AP
雨谦，请举牌。悬念的，还有机会，等下雨谦追踪，这个退追，不行，我们还有2回合，最后再决定啊。第3回合结束再退。还有我们2票哎。哎呀，运动家的精神。谢谢。八亿，请举牌。哎呦，我查入牌了。最后这一票目前平手，关键性的一票，准备公布。为什么会这样？来，小胖姨。我觉得太作弊了，就是你吃完，然后你闻那个手的味道，真的是洗不干净，因为都还是有那个香味哎。但是 AP 不这么想 ，AP。我觉得今天那个羊肉的肉骨茶是有惊喜的，有 surprise， 而且那个饭也是那个香气很好。我觉得是因为我很喜欢吃饭，然后我觉得那个卤味今天那个第一颗的那个蒟肉蛋，蒟肉丸，我觉得那个是最好吃的，但是其他2个就还好，对。哦，但是他不这么想 ，Super Baby。我觉得那个蒟肉丸已经100分了。就是因为我去吃卤味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点蒟肉丸。哦，为什么？我觉得都10间有9间都不好吃。哦。但是刚刚那个吃到，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主食了，我可以吃20颗。那其他的鸭翅嘞？他说没感觉，你觉得？我没有说比他有感觉一点。我说好吃啊！我还是有感觉，我是人类。他今天录完他就飞回去了，他不会被台湾民众攻击。你没有投给卤味的原因是因为卤味真的很好吃，但是我的味蕾喜欢热汤，所以我第一口喝到那热汤的时候，我的胃是有被感动的，就是喜欢那个它很天然的蔬果煮出来的那个甜味，然后我也不喜欢中药味太重，所以我觉得它给的刚刚好。我就是在把小摒除，今天是第一个吃到的食物，所以你会有好感度，加上温度特别好。对，当然呢，因为这个卤味从小吃到大，那个卤味是一吃就停不下来，我吃不。那没办法，不知道自己饱，你知道吗？对啊。就刚才就是，对啊，就是你一讲就把我以前的记忆勾出来，一吃吃10几20只，你知道吗？没有关系的，先让你们一层了。第1回合，东军老字号暂时获胜，恭喜！甘拜下风了啊！第2回合，主食大对决。主食大对决，李子君带来的这个是一整套的，还是你自己配的？没有，就是我自己配了，因为它有一些单点的菜。当然，其实他这家店是专门在卖那个潮州的砂锅粥。砂锅而且老板是真的到潮州请教了那个老师傅，然后呢，把这个真的好手艺带到台湾来，然后做了这个砂锅粥。但这个砂锅粥是有个故事的，什么故事？因为它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它在板桥。哦。可是这个砂锅呢，对我人生来，它孕育出一个生命。哦。怎么说？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就是生病。嗯。那生病的时候，我老婆就想办法要找东西给我吃，因为我没有胃口。嗯。然后她就想，她妈妈以前就有带她去吃了这个。嗯。然后那天我就吃了那个砂锅粥，我跟你讲，我从没有胃口到吃到第一口之后，整锅这半锅，这是比较大锅的哦，我大概一半的2/3。哇！我几天没有吃东西，把它吃光了，然后就觉得不药而愈，我就突然就觉得身体很勇健。当天晚上我就老婆就怀孕了。对。主食对决超激烈，口口满足大惊喜。干贝粥，所以它的鲜味非常好。里面还有垃圾的丸子，哇，会怀孕，真的会怀孕。还有加坚果下去熬，去包这个粥，让我觉得它的墨鱼丸。这个是泰国人直接来台湾开，有入选500碗，对，每一个味道都很泰国林聪明的感觉，泰国林聪明，复杂一点蛮好的。对，有时候年轻人就喜欢这种很冲击味蕾的感觉。Oh my god！ 我就把它吃光了，然后就觉得不药而愈，我就突然就觉得身体很勇健。当天晚上我就老婆就怀孕了。对。就是我老婆，我是生病，我老婆买粥，我吃了很有胃口，然后我觉得吃一次精神就好了，我就不药而愈，因为我病了很多天，所以我觉得它是一锅非常好的粥，介绍给大家。因为这个它是选用台湾的那个气作农那个米啊，而且呢，它里面的这个海鲜的种类啊，它有这个红鲟。
哦，然后我现在点的这个是虾跟干贝粥，所以它的鲜味非常好。里面还有墨鱼丸，墨鱼丸跟什么丸？墨鱼丸跟一个这个是鱼丸，这个虾饼你们也可以尝一尝。好，对，它跟泰式虾饼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对，还有这个中卷，它的酱也不一样。这个中卷，这是3杯吗？3杯中卷，而且它是现点现做。就是你一定要现场点，然后点完它现做，大概30分钟。它不是炖的那一锅了，慢慢点。没有，30分钟左右去煨那个汤，从生米煮成熟饭。哎呦，所以现场点是生米煮成熟饭。那天晚上我太太就生米煮成熟饭。哇，一定吸饱汤汁。哇塞，双关。哦，你们是不是雷达也开了？是不是我赢？赢，感觉一定很大。观众，你们自己觉得是不是赢定了？已经错觉过一次了。而且你要不要等对方吃完之后再来感觉这个？我可能年纪比较大了。当小齐是塑胶做的。来，这个干贝粥、月亮虾饼，还有3杯中卷上菜。吃粥。来，各位现场的朋友，请开动，来品尝一下。你要先吃饭还是先吃你的料？我觉得先吃粥。好，先吃粥，是不是？哇，会怀孕，真的会怀孕。好浓哦，可以这样讲。鲜哦！因为我之前就住板桥，所以其实这一间真的是大排长龙，真的，连住附近的都是要排半个小时以上才排得到。我跟你说，它里面那个味道是坚果酱下去，没错，你行家，真的，鲜坚果酱，你行家，你真的行家，这超好吃的。还有一个引味，你说它汤头的汤头，还有一个引味，它就特别调酱一个，还有加坚果下去熬，去包这个粥，让我觉得臭。它的墨鱼丸是不是？超好吃。它的墨鱼丸，我没有，可以的。我有，但我吃一半。弹牙的肉。刚刚还有没有介意我们行评吃了一半？谁介意吃一半的？不好意思，你有生病吗？我没有。你有生病吗？墨鱼丸绝对正点了啦。它丸子类好弹哦。还有猪背。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这锅粥对我的意义是我那时候跟我太太就情感上又更加温，因为当你在很虚弱的时候，你吃到一碗由太太的爱心，然后去帮你特别弄回来一锅粥，然后帮你弄好热完，因为你送到家里面已经冷了嘛，他帮你热完之后拿给你吃，哇，我一吃完就，哇，我真的觉得天哪，取对了，我才德的妇人。他只是弄热而已，不是他煮。他那份心啦，那份心啦，你的心，对，那份心啦。这完全8个月到80岁都可以吃。虾饼厉害，它干贝粥的干贝好像密度很高哎，每一口都吃到整颗哎。小颗就有2个，小颗的猪背，对，吃个虾饼，它的虾浆的确跟那个外面吃到其他虾饼不太一样。它有多了一个猪油的香气吗？还有蒜味，因为虾浆都自己做，自己炸。哎呦，中卷的香味也是蛮特别，这个也好吃。它很明显有点厉害哎，有一个特别的味道，没错，特别的香味。我这样你是做格斗嘛，对不对？你格斗非常需要每一天来一锅。真的，每一天来一锅，因为你真的你需要源源不绝的 energy， 而且这一锅里面全部都是蛋白质哦。You are right。每天来升糖指数会不会有点高？虾蛋白质哦，墨鱼丸蛋白质，蛋白质很高，很厉害，先吃一些青菜，非常厉害，谢谢。哦，快点。中军老字号代表小齐炫准备请就位。好，他也是一套，我们都讲好了，就是3个一组就对了，是吧？因为他这家店厉害的菜实在太多了，单点一样吃不出他的那个。先讲讲这家店名叫什么？这家叫做老面摊，有名，对，非常有名，已经40年了啊。没有带你去吃，因为那边人实在太多了，你真的排不到。它真的只是一个40年，对，40年。而且刚刚是师傅去潮州学嘛，这个是泰国人直接来台湾开，泰国人已经在这边开了40年，而且他所有的店员都是泰国人。你说师傅直接去潮州学没什么了不起的。对，我们是泰国人直接过来开。It's OK 啊，因为我们那家店的老板赚了很多钱，常常去泰国玩的。而且他们因为在这里深耕了40年，所以他们有点中泰混合，也融合了台湾人喜欢吃的口味。这就是船面。这个不是，这是那个酸辣米线。对。酸辣米线，这个非常好吃。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吃完之后，我把那个汤留着，晚一点继续拿这个汤煮泡面，因为这个汤真的太好喝了，真是好它那个酸辣的态度。你到底都吃去哪里了？我有吃很多。这个是酒鬼炒泡面，酒鬼对，非常就是下酒。
非常搭味酒。对，而且它里面呢还有搭了蔬菜啊、蛋啊，还有海鲜，而且这个老少通杀。因为我上去看网络评论的时候，他已经40年，但大部分评论很多年轻人，他们竟然已经用到反向操作。他们为了让评论不要再高分了，因为排不到，他们就直接给最低分。然后他说，因为他就说拜托不要再说它好吃了，因为我都买不到了。哇！就是年轻人为了要吃到它，还给他1星评论。对啊，这个酥肉是什么？这是他们那个海鲜饼。很像金钱虾饼，因为他们的海鲜都特别的肥美，尤其是他们的像面里面的虾，全部都是去壳的，你直接就可以吃了，不用剥壳。是不是有入选什么美食评鉴的？有入选500碗，对，贴在那个门口这样子。500碗，那这一套大概多少钱呢？大概500-600块，像是这个不便宜耶，酸辣汤对。这酸辣米线220啊？对，220，然后这个120，酒鬼炒泡面大概120。酒炒泡面哇！然后海鲜饼200。炒公仔面嘛，红红啊，炒公仔面，香港炒公仔面多少钱？也差不多吧，40几块港币。哇，很贵哎，香港也不便宜耶，也不便宜。重点是他们一直在涨价，但人还是这么多。吃吃看。他想以价质量都治不了。对，治不了，然后连1星评论也治不了他。哇！那我们好好来感觉一下这一套精彩的内容，来准备上菜。哇，好香哦！哎，你希望我们怎么吃？我觉得可以从轻到重，先从海鲜饼吃到泡面，最后吃这个酸辣的。先从饼，好脆哦，跟刚刚那完全，而且它的海鲜是肥的，这蛮特别的，很扎实哎。它虾浆也是看得到虾肉的那种。对，它没有打很细，它看到内容。而且还没加酱。不用加酱，不用加酱很快。对，酱在这没有加酱，都不用加哎。各位指挥官，我们第2道吃什么？第2道吃那个酒鬼炒泡面。好。哇，好适合下酒，是那个老酒味。而且如果在店家里面用那个蛋是可以，蛋液会比较香，半熟的，对，半熟蛋。它炒泡面的那个香料的那个重啊，是加在它的绞肉本来里面抓出来的，所以它的绞肉里面已经有调味了。它的泡面本身没有太大的味道，太重的味道。对，辣味跟咸味跟香气都从它那个绞肉来的。酸辣海鲜米线，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都蛮重口味。它的每一个味道都很重。它有点沙茶的感觉吗？还是我觉得它有那种番茄。其实有时候生活过得复杂一点蛮好的。对，有时候年轻人就喜欢这种很冲击味蕾的感觉。Oh my god！ 年轻人必吃甜点，幸福感拉好拉满。我这个去年才刚开的哦，超新最新最潮最夯的新店呢，就是年轻人在吃的东西了。现在最夯了，很香哎，伯爵巧克力比饮料店还厉害。茶香味，好香哦 ！Oh my god！ 幸福的炸弹，真的好好吃哦。一整天辛苦上班，下班就是要吃一些番茄椰糖罗望子的味道。哦，它的汤会是不是厚？可是你会一直想喝。对，就是你最后留的那个汤在标本，就好好吃，然后再煮泡面也好好吃，那个汤味完全不会被稀释。泰国林聪明，好精准哦。对。它的汤已经接近有点像是那种马来西亚拉沙的味道，对，很浓的那一种，特别下酒，有渣感，特别爽，渣感，对，然后又甜甜的，而且它里面的虾都是剥好的，你不用再另外处理。这一关太难了，完了，这一关太难了，这一关粥跟面真的太难了。你这个汤真的我想要回家再做，对不对？感觉也有那个虾酱的一点点味道。来，谢谢你们。到底两边谁能胜出？现在准备进行投票。哇，好棒哦！还好我们只有3个回合，哇，都再多个4、5个回合的话，好可怕！明天早上就不用吃了。满汉全。好，刚才是主食大对决，东军老灶代表小鸡带来的是泰式的老面团，西军新汤店代表是小马哥带来的潮州砂锅粥。3位女王团请起立。很难哎，真的，这还没粥跟面，你喜欢吃什么 ？Super Baby， 请举牌。这年轻人潘宇谦，请举牌。都很绝对，完全不考虑。
小胖赢，请举牌。还有2票。陈哥，请举牌。马哥，巴玉，请举牌。我们这边只有你一个投中心，谢谢你们，谢谢。为什么？我觉得硬要讲，其实是顺序的问题，因为第一道菜那个粥比较清淡。然后这个口味比较重，那我之前飞泰国，其实泰国的口味比这个更重，所以其实它已经跟中式结合到很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对。然后我喜欢它的那个辣，是到现在还会有点麻麻的在嘴巴里面，我觉得因为这个赢了。潘以前为什么不假思索？我觉得那个粥就是鲜味很好，而且那个质感也挺不错。哦，香港人吃粥也是拿手啊，香港人。对，但是我们那个粥是可能是比较煮的绵一点的，更糊一点，更糊一点。对对对。而且这个粥会给你带来一些创作的灵感。有吗？又孕育个新的。这位参赛者，他可能会想要转哦。这位参赛者，我们这边在问心得。我们在录影，不好意思，等一下。不好意思。我觉得，因为香港很多东南亚的菜式，我觉得就跟我平常吃的差不多口味。我觉得。OK，好，小胖赢。肉必居它兼具了色香味，它光看就会觉得很丰盛，然后吃到嘴里，它有墨鱼丸的 Q 弹，又有粥的滑顺，重点是它的那个坚果酱太逼人，太犯规了，所以那个是你的胃都会暖暖的，而且记得那个味道。我的 IG 是没有，来，你为什么一直要撒钱呢？为什么？因为开心嘛。那你怎么说？希君他们的那个砂锅粥很像化韩妆的女生，就是她其实下了很多功夫，可是看起来又很清淡，好像是素颜，可是她其实后面做了很多功夫，然后你就觉得好漂亮、舒服，好漂亮那样子。很漂亮，味道真棒。然后你的那个3杯中卷都放凉了耶，对，我们吃它是放凉的耶，对，好香啊。那个米血也好吃，那个九层塔，它的米血惊人的好吃，米血好吃。我就因为这样被感动了，你知道吗？我这一棒厉害了。第2回合，我们的主食大对决，希君新康店获胜，谢谢，恭喜！现在是1比1的局面了。第3回合，甜点大对决，是甜点喽。秀秀子介绍的这一个看起来有点厉害呀。这个呢，就是因为近年来呢，其实很夯。大家刚刚都介绍，比如说什么40年呐、20年啊、10年啊、5年，我这个去年才刚开的，超新，最新最潮最夯的新店呢，就是年轻人在吃的东西了。因为这2年呢，大家都知道，甜甜圈呢其实有不同的形式啊，从国外红回来呢，就是我们的生甜甜圈，真的最夯了，现在最夯了。生啊什么的，它是生吐司、生巧克力最早。其实什么生啤酒的生，对，其实生就讲的是新鲜的意思，是，并不是说它是生的，它是熟的，不是。没错。好，这样介绍一下这个，你怎么知道这一家的？这一家其实是之前是球场的时候，那我吃东西就是这样，我有一个仪式感，就结尾的时候一定要来一点甜点当做收尾，不然我会觉得这一餐没有结束。然后那一天呢，球迷就说要带那个甜点来给我吃，我想说都已经快要开场，他怎么还没到？结果呢，他是中场的时候才到，因为他说排队要排太久了。所以那可以预定的吗？对，它是可以。它的甜甜圈有多少口味的选择？其实呢，它里面就是可能有一些节日，然后会做不一样的口味。但是我就推荐呢，我最喜欢吃的3种。哪3种？那一个是柠檬卡士达，还有伯爵巧克力。伯爵巧克力。然后最后一个是提拉米苏的。是提拉米苏。提拉米苏比较特别的是，它上面会放一个咖啡滴管，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是边把咖啡挤进去，灌进去，现场直接灌进去，然后咬。百年老字号蛋糕让女王团嗨到疯狂。我这是全场唯一一家破100年的老店，破100年哎，哇！可它馅料也没有在开玩笑，因为它肉是给大块的，它的那个甜度刚好，扎实。我觉得很像是它吃到中间那个咸的地方。我们很不会说它是100年，常常在吃。它上面会放一个咖啡滴管，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是边把咖啡挤进去，灌进去，现场直接灌进去，然后咬，然后它就在你嘴巴里面就是爆开，就是让你享受你被你灌溉过的感觉。哦，对，浸润感。来，女王团，女王团，耶！我们先从哪个口味开始吃？先吃柠檬卡士达。对，柠檬卡士达一定是，因为柠檬卡士达是最爽口的。你们看看这个会呼吸的面团，没错。它是用那个北海道的面粉呢，然后去做的，所以你吃起来会有一点点那个面粉香。然后重点是呢，它的口感是非常的扎实。然后你这样压这个面包体的时候，它是很弹，它回弹的，会呼吸的，有点像蛋糕。有一点清爽不腻。它里面的料啊，就真的是给到很多，就是会从后面爆出来。它是用甜甜圈的概念做成的面包。你看它剖面有点像可颂的那个剖面，它层次是多的，然后咬下去的时候又有弹性。对，外层吃起来很有复古的感觉，因为那个砂糖的感觉，很像最早我们最小时候吃很单纯的甜甜圈，砂糖老面包的那种甜。对，很单纯的甜甜圈的那个外围这个有一点砂糖这个。柠檬卡士达吃完之后，下一个是伯爵巧克力还是吃提拉米苏？我吃提拉米苏。我觉得如果喜欢偏甜一点的话，可以吃提拉米苏，因为提拉米苏就比较是浓郁，味道比较甜的话就放最后啊。天哪，这个咖啡。如果喜欢茶香味的话，我觉得就吃伯爵巧克力。很香哎，伯爵巧克力。伯爵巧克力有茶香味，那个茶香味有点猛，泡芙很浓，真的是比饮料店还厉害。茶香味开心。那因为它的巧克力其实不是苦甜，它是有一点点就是没那么甜，微甜的。你左手干那个香气是在的，真的吗？哇，你跟我同一队真好。一般的不行，对，一般的太好吃了。这个就是收尾在最后画龙点睛，真的好好吃哦，好吃哎。雨谦也喜欢吃甜点吗？喜欢，本来就爱吃甜点。我老婆是做蛋糕。所以你更懂这些嘛？懂她有糖尿病了。因为我觉得甜点是这样，再放闪就对了。甜点很迷人，但甜点一定要吃出幸福感，甜点不能吃出罪恶感啊。对，你吃出罪恶感，你会很怕，就很怕胖。但这种幸福感的，最后还是会胖，但你知道是幸福的。吃到腻就不舒服了，腻就不行。对，提拉米苏放最后是对的。爆出哇，所以它是那个香，厉害。哦，它那个。哇，哎呦，Oh my god！ 幸福的炸弹，还想再吃。幸福的炸弹。哇，可以了，赢了，可以。它这个甜甜圈有点穿越这个烘焙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轨迹，就从外皮一个很单纯的那种60年代的甜甜圈，复古到后来完全走那种新潮流式的内馅，复古的外形。Oh my god！ 整个的历史文化都吃进来了，感动，对口相声。对，您别挨骂，您别挨骂，咱们下来一鞠躬。好，东军老字号代表张瑞夫，请就位。这是什么？你要拿出这一招来对他们，你得要有想法才行。我们是老店，对不对？我们刚刚40年、60年，我跟你讲，我这是全场唯一一家破100年的老店。破100年哎，哇！100年老店，刚刚吃那个甜甜圈2年嘛，我们这个112扣掉2年到110年。你数学蛮好的。Oh my god！ 这个民国2年开国就来了，是我们台中的这个咸蛋糕，不要台中人啊，台中咸蛋糕啊，咸蛋糕对。然后呢，这个厉害的事情是我小时候吃到怕，可是你知道吗？有一种味道是你小时候吃到会怕，因为太常吃，但长大离开家里之后，你会发现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味道。它中间是肉干的，是咬到一个馅，咸卤肉在里面。对，但很多咸蛋糕它都是用海绵蛋糕，对，它吃进去会没有蛋糕感。但这一家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你吃完它蛋糕有它的蛮扎实的重要性，很扎实。可它馅料也没有在开玩笑，因为它肉是给大块的，有肉感，有那个油葱的味道，还有那个猪油的，就肥肉也有。对。瑞夫是今天最有诚意的，他今天穿着就是一个他所推荐的咸蛋糕，本身就是跟我自己的服装搭配在一起的，真的，他完全是跟他符合的。穿成一个咸蛋糕也蛮厉害的。你也可以放到电锅里面再蒸一下，所以这个就是那种从这可以冷吃，可以热吃，可以热吃，对。它的那个油葱的香气好赞哦。
它的那个甜度刚好，很扎实。我觉得很像是他吃到中间那个咸的地方。我们话不会说它是海绵。但是我说真的，你刚刚讲的没有错，虽然我不是台中人，可是中间那个咸的地方会让我想到小时候的味道，确实。对，那像我们家3代，这个已经传到第5代了。我觉得一家店能够开到第5代，然后没有倒，还很多人去买，真的是有它的厉害在。蛮不错。一块是多少钱？一条440块。110块。多大条？对，它是一个小盒子这样子，然后它会帮你切好。谢谢张瑞夫的介绍，谢谢。两边最后这个决定性的单元，最后甜点大对决，准备投票。目前2回合1比1，最后一个甜点大对决，东军老字号代表张瑞夫带来的是百年咸蛋糕。西军新航店代表是秀秀子带来的甜甜圈。你想投给谁？新航店 PK 老字号最强甜点大对决。吃完之后还是有点暖暖的感觉。 OK， 了解。既然有望啊，哇，有希望，有希望！我一定要选择会让我觉得是要哇塞的东西。关键性的一票，准备举牌。3位女王团，请起立。小胖赢，请举牌。甜甜圈吗？甜甜圈。 Super Baby， 请举牌。哦，这么激烈。白宇谦，请举牌。既然有望啊。哇，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曾国成，请举牌。好了，我最后了，最后了。巴玉，请举牌。耶！有机会了，有机会了。势均力敌。什么？对，这个关键性的一票，准备举牌。陈哥，请举牌。你先来。刚刚那个咸蛋糕吃完，我突然想到我阿妈，然后那个感觉就好像延续的更长一点，因为在吃甜甜圈的时候，只有当下很快乐，可是吃完咸蛋糕是吃完之后还是有点暖暖的感觉。 OK， 了解。所以是一种乡愁。哥吃的不是蛋糕，哥吃的是乡愁。哇，对吧？没错。瑞夫也是很孝顺啊，也是都有小阿公阿妈。来，小胖赢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甜点它这种东西就是它就是让你发胖的。那既然要发胖的话，我一定要选择会让我觉得是要哇塞的东西。是要哇塞，就是甜甜圈。我觉得那个甜甜圈是不错，但是我常吃到这些在香港，跟我老婆不够特别，香港的对，但是不错。但是瑞夫的那个蛋糕就是咸跟甜混在一起，然后我觉得那个。 感觉是我之前不常吃过，而且他今天的穿搭跟那个蛋糕一模一样。我觉得他很有诚意，对。可能我本来的预想中咸蛋糕的那个口感，蛋糕体的口感。 大概会比较更湿润一点，蛋糕体，我期待它更湿润一点，所以吃到比较扎实的口感，我会小小的有点失望一下。我复议，因为今天的蛋糕紧了，蛋糕体啊，是吃到，我觉得它应该。 它的奶量可以再提高一点，它应该蓬松度再有，含水量高一点点，可以解决里面，因为内馅是干的，嘴巴里面的。你跟他讲也没用啊。这个新业务啦，这新业务，他一直好点，就是吃嘴巴里会有那个平衡感不够哦。然后我备了它的那个最后的那个提拉米苏的那个酱，好像卡斯达一样的那个酱，哦，那个又滑，然后又细又香，然后就是那个罪恶感让人家吃的
很罪恶，然后又好爽，对，就是值得的，你知道吗？就痛并快乐者。所以很难得这样子尝试这样子出轨，有种出轨的快感。出轨，哎呦，去听对，3战2胜，恭喜细菌获胜。谢谢，颁奖，来拍下跟进的拍照，来第2位，女子军，好，第3位谢寿子，好，3位请回，谢谢。好。好的，其中的一位来宾来自香港的这位仕途老马啊，很喜欢台湾的这一位啊，在台湾已经出了第3张的潘宇谦，出了最新专辑《距离》，恭喜宇谦。那喜出列，好，介绍一下你的专辑。听说在8月份这个已经出了是吧？这专辑在8月27号已经数位上架了，然后其中有一首歌是跟理想混蛋合作的，叫做《相对静止》，然后里面有相对静止，对，然后里面就是讲不同的距离，可能生跟死的距离，现实跟理想的距离远距离的恋爱，还有中文歌、英文歌，还有一首粤语歌，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你现在要我们听的是《相对静止》这首歌吗？不是，是他的朋友最远的距离的。最远的距离。最远的距离。对。好，音乐请下。思念是最远的距离，我变得不像我自己。我们的歌轻轻地弹奏着，你已经变成我的氧气。我们的爱一直搁浅，两人活在不同世界，心里想过几次，也许我该放弃，对自己狠下心。沉入海底，已听不清心里重复的事，是苦了自己，不如就这样吧，对自己很像。希望他最新专辑《距离》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回响，好吧，加油！谢谢。恭喜你！吃饱了。今天真的吃得好过瘾，吃饱喝足。不管是今年的老口味、老味道，还是流行的新滋味啊，每一道料理基本上都有属于它的故事，跟它用心的地方，对吧？这个比拼没有输赢，没有，只有更多对美食的热爱。也是因为我们透过今天这一集，我们建立了这一次我们的美味关系，拉近我们的距离。祝福大家每一餐都能够尝到属于你们自己的幸福滋味，好不好？女王大人，下次再见。谢谢。Thank you， 马云，谢谢。快订阅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